你绝对想不到，就是这么一个身材肥胖、穿着奇怪、不太修边幅、看上去跟文艺完全不搭边的中年大叔，却让无数看过他故事的人从此爱上了阅读。而他本人在与书海结缘之前，却还是一个算术不好，经常因为老板克扣了工资才后知后觉发脾气的胖憨憨。在发完脾气后，他又兴高采烈地来到经常光顾的小酒馆，与他的3两好友喝点小酒，扯扯嘴皮。偶尔聊到一些文艺话题的时候，他还会经常被朋友嘲笑没有文化。面对这些讥讽嘲笑，查尔曼早已习以为常。查尔曼从小就患有阅读障碍，小时候在课堂上就经常会因为没有把字词读正确，被老师当众批评和奚落。Je crois que le problème de Chaz, c'est qu'il lui manque une case. Je dirais même plusieurs cases. N'est-il pas, Chaz? 除了在课堂受尽嘲讽，他的母亲也从不待见他。有时候因为不小心打碎了牛奶罐，他的母亲就会当着众人的面无情地责骂起他。我在产房受了10个小时的苦，怎么就生出来你这么一个肥的畜生？你们知道10磅有多重吗？比这些土豆和牛奶加起来都重。但这个小东西却只会吃，只会花钱，还肮脏一无是处。查尔曼就是在这样的嘲讽与嫌弃中不断长大。幸运又惊奇的是，查尔曼并没有因此成长为一个冷漠、暴力、疯狂的男人。更加幸运的是，他还交到了一个开公交车但又善良体贴的女友。每当查尔曼因为母亲或者朋友的原因而愤懑低落的时候，女友就会温柔地安慰和肯定他。Qu'est-ce que tu racontes? Mais pour moi, heureusement que t'existes. Tous les jours, je me dis que j'ai de la chance. Chance du coup. Mais parce que je t'aime, mon poussin d'amour. 查尔曼有个小习惯、小爱好，他总是喜欢在午后的时候路过一个公园，只为数一下鸽子有多少只。但今天却有个意外的声音打破了他的数数。19. C'est à moi que vous parlez? Oui, jeune homme, je vous disais qu'il y en a 19. Qu'est-ce qui vous fait rire? Bah, que vous me disiez jeune homme. Mais vous êtes un jeune homme par rapport à moi. 查尔曼饶有兴致地坐下来与这个老太太交谈。老太太好奇地问查尔曼为什么要数鸽子。查尔曼回答说：“我只是看看少了谁。”而且他还给每只鸽子都取了名字。他高兴地向老太介绍着每只鸽子。你看那2只亲嘴的，名字叫皮皮和可可。它们旁边的是小固执和小苍蝇，还有小面包、小扒手，还有那只羽毛最好看的叫玛格丽特。此时旁边的老太太惊讶地打断他：“好巧，我的名字也叫玛格丽特，只不过我的名字有2个 T。那是我的父亲在填出生证明的时候把我名字写错了。后来我妈妈觉得有趣，就留下了这个名字。和大家一样，我也是父母美丽爱情的结晶。”听到这的查尔曼突然打断玛格丽特的话：“不，我不一样，我是不小心生下来的。”玛格丽特看了看查尔曼，似乎从中听出了什么，可能是这个话题让查尔曼失去了谈话的兴致，于是他起身礼貌地跟玛格丽特告辞。虽然谈论起有关母亲的话题总是让查尔曼感到不高兴，但是这么多年来，他始终不离不弃地照顾着母亲，即便已经年老的母亲依旧疯疯癫癫，依旧不待见他，甚至还当着他朋友的面对他说一些难听至极的话。朋友看不下去，跟他说：“我要是有这样的妈妈，我宁可不当他儿子。”查尔曼回答朋友：“我们成为母子这个事情，我没得选，他也没得选。”几天后的一个午后，查尔曼与玛格丽特再次在公园相遇，两人礼貌地打招呼，仿佛一对隔了许久不见的老友那般，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从鸽子聊到查尔曼手里的三明治，再到玛格丽特她今天为什么来公园来晚了。Vous voyez, je vous raconte tout comme si nous avions un rendez-vous. Un rendez-vous d'amoureux, hein? 接着玛格丽特说她昨天整理书籍的时候看到一段有关鸽子的话，于是她从包里拿出一本书，开始向查尔曼读起了这段话。让人难以想象，城市中没有鸽子，没有树木和花园，见不到鸟飞翔，树叶凋零，这是一个如此荒芜的地方。玛格丽特大声地朗读着，查尔曼细心地听着每个字句，跟随着玛格丽特的话语，仿佛一个荒芜的城市画面在他脑海浮现，变得栩栩如生，又好像内心深处被什么击中一般。所以当玛格丽特读完这段话的时候，他请求玛格丽特能不能把语速放慢点，再读一遍。再次读完之后，玛格丽特告诉查尔曼，这本书名叫《鼠疫》，作者叫阿尔贝加缪。看出查尔曼的感兴趣，玛格丽特又挑选几个有意思的片段继续读给他听。查尔曼闭眼倾听，尽情地想象着每个字符里跳跃着的场景与画面，这是一种他前所未有的体会。于是在接下来每天的午后，查尔曼都和玛格丽特相约在公园见面。他每天沉浸在玛格丽特朗读中的每一个字符与音节里，直到10天后，玛格丽特合上书本，惊喜地告诉他，我们花费了10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查尔曼客气地回答，是您读的。玛格丽特却告诉他，倾听其实也是一种阅读，就像教小孩那样，只要他们认真听读，就会从朗读中学到很多东西。随后玛格丽特把这本书送给查尔曼，查尔曼本想推脱，但是看着玛格丽特那善良和鼓励的眼神，他最终还是把书收了下来。晚上的时候，他坐在桌前拿出这本书，就着微弱的灯光，就这么翻看起了这本他人生中第一次读完的书。
第二天，他与朋友相约在酒馆小酌，大家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地震画面，纷纷感慨灾后会不会引发霍乱。此时查尔曼却说，也可能引发鼠疫，就像加缪描写的那个城市一样。朋友惊讶地问他，你竟然还会读加缪的书？查尔曼得意地回答，除了鼠疫，我还知道他的堕落与局外人。只是随后在他安慰失恋的朋友的时候，因为他笨拙的话语再次遭到了朋友们的嘲笑，他愤懑地离开酒馆，回到自己的菜园里，对着闲躺的小猫倾诉着自己的烦闷。他对着小猫说，那帮蠢货根本就不懂阅读的复杂，当你念出第一个词，然后第二第三个词，接着一行行的继续念，直到把那些零零散散的字连了起来，这个可比散落在盒子里成堆的螺丝钉复杂多了，他们根本就做不到。但是这对玛格丽特来说就很简单，你瞧瞧她，明明仅只有40公斤，皱纹也多得跟立春花一样，但她头脑里却有一个书架，架子上有成堆成堆的书，我想她一定什么都懂。想到玛格丽特，在下次见面的时候，查尔曼从菜园里摘了些新鲜的瓜果蔬菜送给他，并答应他等下会送到他家。玛格丽特告诉查尔曼，他住在一家很不错的疗养院，虽然他没有孩子，但是侄子对他挺不错，所以他才能住在环境这么好的地方。接着两人顺其自然就聊到了关于老去的话题。玛格丽特告诉查尔曼，衰老确实是一种负担，不过岁数大了也有好处，那就是即使在烦恼，也不会持续太多日子。听到这的查尔曼突然想起之前玛格丽特给他读的书里的一句话，原话大概是在母亲坟前像狗一样哀嚎。玛格丽特惊叹查尔曼的听觉记忆真好，接着玛格丽特拿出那本书，找到那段话后就给他读了起来。当母爱在黎明时分降临，我们寻找期盼等待，许下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此后再有其他女人伸出双手把你紧抱进怀里，那也只不过是慰问而已。我们总会回到母亲的坟前，像条被遗弃的狗一样哀嚎。查尔曼听到这句话不住地点头。玛格丽特询问起查尔曼他的母亲。Vous avez encore votre mère, chère mère? Oh que oui, oui. Comment était-elle avec vous, enfant? Elle s'en foutait. Et maintenant? Elle s'en fout toujours. Avec moi, elle est rien. Elle est personne. C'est terrible ce que vous dites là. L'indifférence, c'est ce qu'il y a de pire, surtout pour une mère. 但是玛格丽特又说，如果一个人童年时没得到足够的爱，那么世界上的一切都会等着被他发现的，不是吗？虽然母亲这么多年来总是让自己感到冷漠和难过，但是每当朋友拿他母亲开玩笑的时候，他还是会生气地警告朋友维护自己的母亲。夜晚的时候，女朋友跟查尔曼提出想要个孩子，但是查尔曼却自卑地不敢正面回应。他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配当父亲？没有专业的技能，而且连字都写不好，一无是处的我有什么能给孩子呢？女友看着他坚定地回答，你可以给他爱呀。在一个和煦的午后，玛格丽特衣着优雅地如约来到公园。和以往不同的是，她身边多了一个小拖车，车子里面放着的是一本厚厚的字典，这是她送给查尔曼的礼物。玛格丽特告诉查尔曼，拥有了字典，你以后就可以在字里行间遨游，在错综复杂中迷失，如同梦幻一般。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这样的探索的，查尔曼。接着玛格丽特询问查尔曼接下来想读些什么书。查尔曼想了想，回答玛格丽特说他想看亚马逊印第安人的故事。玛格丽特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是因为小时候看过关于他们的漫画书，总觉得他们的生活很精彩。玛格丽特高兴地在脑海的书架里搜寻，然后高兴地告诉查尔曼他刚好有这样的藏书。于是他向查尔曼提出邀请，让他下周来疗养院一起读这本书。晚上回到家的查尔曼开始兴致勃勃地翻看起字典。他先是试着查了下玛格丽特这个词，知道了原来玛格丽特这个词原意竟是一种花的名称，接着又查到自己的女朋友的名字原来是茴香的意思。他大笑着与面前慵懒的猫咪分享着字里行间的得意。可是查着查着他就气馁了，因为很多他想要查的词查不到。当然查不到的原因不是因为字典没有，而是因为他词汇量有限，他根本就没能拼出正确的词语。约定去疗养院阅读的日子很快到来，查尔曼早早地来到疗养院，他给玛格丽特送上了自己种的鲜花，然后把那本字典也还给了他。他气馁地告诉玛格丽特，他根本不会用这本字典，因为很多词他根本就拼不出来。他还跟玛格丽特说，现在用字典对于我来说已经太迟了，和你认识的这些日子，我尝试过学习，但这就好像给近视眼配上了眼镜，原本生活上那些瑕疵的东西，我突然都看得一清二楚，这让我感到害怕。我可能更喜欢从前看一切都模糊的感觉吧，那样既简单又不害怕。说完这些话后，查尔曼就被墙上的照片所吸引，那是玛格丽特年轻时候的照片。年轻时候的玛格丽特是一名科研人员，曾服务于世卫组织，到访过世界的很多角落。直到阅遍书籍与人生后，他选择了在这个地方终老。玛格丽特拿出一本写印第安人冒险的小说，开始给查尔曼读了起来。就在查尔曼听得意犹未尽的时候，玛格丽特突然摘下眼镜停了下来。玛格丽特告诉查尔曼，他的眼睛得了老年黄斑，眼睛的斑点现在越来越多，恐怕以后都没办法给他读书了。
bientôt mon cher Germain disparaîtra dans la grisaille. Je pourrai plus compter les pigeons. Mais ça peut pas s'opérer. Ma vue est en train de mourir. On n'a peur pas la mort. Et bientôt il me faudra une canne pour les obstacles dans la rue. Attendez. La canne, je m'en occupe. 于是当晚，查尔曼就在家做起了拐杖。此时女友刚好走进来，他问查尔曼今天早上的花是送给谁的。早上的时候，他看到查尔曼准备的花，还以为是送给自己的。结果他期待了一天，也没等到查尔曼送到他面前。女友怒气冲冲地责问他是不是把花送给了别的女人。原本心情就不太好的查尔曼听到这些话后，生气地跟女友说，他叫玛格丽特，名字后面有2个 T， 那些花是送给他的，这拐杖也是给他做的，因为他95岁了。说完这些话后，他冷静下来，他让女友坐下，开始向他说起了这段日子来他和玛格丽特认识的经过。他跟女友说，玛格丽特看起来是那么的脆弱，细弱的腿如同一只玻璃做成的小鹿那般，仿佛轻轻一捏就会碎掉。现在他的眼睛还长了黄斑，以后看东西会变得越来越难，而我却什么都帮不了他。他是如此的需要眼睛，读书对他来说就像呼吸一样重要。如果不能再读书，他又该怎么办？听到这个，女友突然跟查尔曼说，那你可以给他读啊。Si elle peut plus lire, t'as qu'à lui lire. Mais je pourrais. Tu dois essayer, Charles. 嘴上说着办不到，可第2天起床，查尔曼就来到了书店。他求助书店员工帮他找一本小说，不太厚，而且容易读的那种。晚上，他和女友躺在床上，他开始尝试着自己朗读，女友则成为了他的第一个听众。几天过后，他的拐杖终于做好。等他把这个惊喜递到玛格丽特面前的时候，玛格丽特高兴地向他表达了感谢。接着，他让玛格丽特闭上眼睛，然后他戴起眼镜，拿出一本书，就这么开始读了起来。虽然读得不是太顺畅，但是玛格丽特却嘴角带笑，听得格外安静。午后的阳光洒落，面前那些被命了名字的鸽子自顾自地在地上觅食，不知他们是否听得出，往常的这对好朋友今天已经对调了角色。自从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后，查尔曼去小酒馆的次数渐渐减少。朋友责怪他最近整个人都变了，不仅不爱喝酒了，还经常说一些他们听不懂的词语和句子。查尔曼笑着摇头，面对朋友的苛责和嘲笑，他也不再大声反击，只是淡然微笑着说声下次再见。等他晚上回到家，就在他好奇着家里今晚怎么这么安静，然后走到母亲房间门口的时候，他才发现此时母亲已经没有了声息地躺在沙发上，也已经没有了以往疯疯癫癫和指责他的模样。他颤抖地凑到母亲身前，止不住地抽泣起来。不知此时的他是否想起了玛格丽特读过的那句话，我们总会回到母亲的坟前，像条被遗弃的狗一样哀嚎。等到母亲的葬礼办完后，遗产律师告诉他，他的母亲给他留下了一栋房子。他疑惑地说，房子不是母亲租的吗？律师告诉他，你的母亲为了这栋房子不分昼夜的加班，早在几年前就买了下来留给你。除了房子，你的母亲还给你留下了一个盒子。查尔曼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盒子，里面放着的竟是几件他儿时的小物件，还有一张老旧的泛黄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他的母亲和他那素未谋面的父亲，而那条干枯的带子则是他出生时母亲剪下来的脐带。他怎么也没想到，一直癫狂倔强的母亲竟如此细心地保留着这一切，并给他留下了一个安稳无忧的住所。要弥补的爱已经来不及，可是也从未消失过。就像玛格丽特告诉过他的那样，那些他渴望的东西只是静静地在等着被他发现，包括原谅和释怀。查尔曼抱着盒子，把这些消息告诉女友，言辞间满是感慨。女友高兴与他分享着这一切。随后女友告诉他， Je suis enceinte, Germain. 听到这话后，查尔曼表情变得无比丰富起来，从错愕到惊讶，再到茫然无措，直到最后这些情绪都被惊喜所代替。内心得到释怀的他，如今已没有了当初的自卑与无助，有着的都是对未来满心的期待与向往。在车子路过玛格丽特疗养院的时候，他迫不及待的就要下车去告诉玛格丽特这个好消息。可当他走进去后，却被告知玛格丽特因为支付不起费用，早已被侄子接走了。临走前还给他留下一本字典。查尔曼抱着字典，失落地来到公园。长凳前的鸽子依旧自顾自地在觅食，皮皮可可还在，小姑子小扒手也都还在。当数到那只叫玛格丽特的鸽子时，他呆住了，之后猛然惊醒。他抱起字典，匆匆离开长凳。辗转之后，他找到了玛格丽特侄子的家，只是这里也没有玛格丽特的身影。他才知道玛格丽特被侄子安排到了别的疗养院。紧接着，他根据地址匆忙地来到这家疗养院。这个疗养院的人群显得异常拥挤，行动不便的老人挤满每个角落，空气除了死寂，似乎还弥漫着一股死亡的气息。查尔曼穿过人群，终于找到了依旧还在捧着书阅读的玛格丽特。查尔曼故作生气地责怪他不辞而别，然后不管不顾地推着他就要逃离这里。Mais vous ne vous rendez pas compte, Germain, mais c'est un enlèvement sans les papiers administratifs, sans
sans accord familial, sans permission de sortie. Oh, quel imbroglio! Imbroglio? Et le temps qu'il trouve le mot dans le dictionnaire, on sera déjà chez nous. Chez nous? Comment chez nous? J'ai pas de chez nous. Ben enfin Si, chez moi. Oh, Germain. 午后的阳光照常洒落，热闹的车厢里，一对忘年之交分享着美食。汽车缓缓而行，向着家的方向一路开去。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源于一场不平凡的相遇。我偶然在公园的长凳寻到他，他并不起眼，如同一只小白鸽，带着他那纤巧的羽毛。他以花为名，活在文字中，在缠绕的形容词中，在莺飞草长的动词中。有些人以刚挣脱，他却以柔胜出，穿透我身，直至我心。